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家修房子修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不是修房子吗？修着修着怎么又卖货了？给大家看一下吧。修房子的话，现在还是原来的老样子。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图纸还没有下来，等图纸下来之后，应该很快就可以开工了。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哈，布局图还有外观图已经画出来了。布局的话是老板选定的，说实在的，感觉好像没有我什么事一样的。老板一共搞了卧室和书房7个卧室，然后我们的这个房子呢，设计已经出来了哈，都是老板选的布局，一共书房加卧室布局了7个房间，一个大客厅，就是挑空的那种，然后还有2个休闲室。我们总共的占地一共是11米乘以12米，就是面宽11米，然后深度的话是12米，比我们以前的房子那个面宽要少了4到5米。四川农村如果房屋重建，到底可以修多大的面积？很多朋友呢一直都在评论区问的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所知道的是怎么回事。2023年11月7日起实施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范围及面积标准的通知，是这样子说的。规定农村住房用地面积标准为：平原地区的话，每个人是不超过30平米；丘陵地区每人不超过40平米；山区每人不超过50平米。住房、附属用房和庭院用地总面积每人不超过70平米。3人以下的户按3人计算，4人的户按4人计算，5人以上的户口就按5个人计算。那么按照新的规定，从2023年11月7日起，以我家周边内江丘陵地区为例哈，现在农村住房用地的面积最大按5人户计算的话，那么每户占地不能超过350平米；最小按套3人户的话，那么可以占地210平。其中住房面积3个人以下的户可以修到120平，而5个人以上的户就可以修到200平了。值得注意的是哈，我刚才说的这里的住房面积指的是占地面积，而不是建筑面积。如果我们修2层的话，那么3个人以下的户相当于可以修240平的建筑面积了，而5个人以上的户的话就可以更多了。我们家就是5个人以上的，填表的时候我就是填写的350平，其中的话200平是住房，150平是院坝。只可惜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总面积可能都达不到200平。现在回乡建房能够建多少平？你们都弄明白没有？然后实际我们家的总占地面积可能不超过200平米，因为我们家要用这前面的这个面宽给邻居家换我们后面的这一块地，这样子前后才可以打通。因为我们这边效果图和布局老板都已经敲定了，接下来的话就是只有等施工图画出来就可以开工了。大概的话可能要等到3月20日左右才能够开工哈。